不用的扎带剪掉的话太可惜了，教你2个好方法，轻松把这个扎带完美的把它取下来，还不影响下次再使用，可以2次再利用啊。这个方法呢简单又好用。先看第一个方法啊，其实第一个方法呢需要用把钳子，但是第二个方法徒手就可以把它给拆下来。先看第一个方法，用钳子夹住它以后，然后呢这样轻轻一拉就开了，因为用钳子夹住这个头以后，就会把这个锁扣给它打开，这样呢就可以把扎带取下来了。再把这扎带扎起来，来看一下，你看扎好以后也是非常牢固的，不影响2次利用。再看一下第二种方法，徒手就可以把它给拆下来。首先呢，先把这个扎带头往这边往左掰，然后呢勾住扎带以后，用指甲扣住里边的锁扣，这样轻轻一拉就开了。第二个方法是不是徒手更好用呢？你看把它扎好以后啊，也是没问题的，可以接着再用，非常好用。再来测试另外一个啊，你看掰住扎带以后，用指甲扣住里边的锁扣，只要这样扣住以后，轻轻的一拉就拉开了，简单又好用。我感觉第二方法特别实用啊，扣住里边锁扣就可以了，非常不错是吧？把它分享给你。把2个塑料瓶对接在一起，它的使用价值立马翻倍，在生活当中啊花钱都买不到。如果像这种塑料瓶你把它卖掉的话，2个瓶子啊你都卖不了1毛钱。那么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用剪刀把这塑料瓶先把这个瓶口给它剪下来，你看如果有刀子的话也可以把它给拿下来，也可以割下来以后呢，然后需要用剪刀再给它修整一下，旁边的毛刺比较多，然后呢这个瓶口也太大，给它修整小一点，修整成这样子以后呢，然后呢接下来把另外一个瓶盖给它拧下来，你来看一下，把它们2个对在一起拼接好以后，然后用力一按就可以卡在一起了，而且卡的也特别牢固。你看一下，把这盖子打开，平时用它呢像手机卡一些内存卡，我们可以用它来存放，假如呢放在家里容易丢，没有地方储存，没有地方放，就可以用它来携带，也可以啊放在家里，也非常不错。而且呢像一些小螺丝啦、小戒指、项链啦，也可以放进去使用。这个方法呢简单又好用是吧？把它分享给你。赶紧拿出自己的手机充电器，看一下这个圆圈图标里的数字是多少，15还是10还是20。当然啊这个数字呢越大越好。看一下这个圆圈上有一个循环箭头，这个呢就是环保期限的图标。我这个数字呢是10，就是代表这个充电器的环保使用期限为10年。还有下面这个图标非常重要，一个圆圈里面有3个字母 C， 它是代表这个充电器经过了中国的3C 安全认证，在使用的时候就更有安全保障。如果你的手机充电器上没有这个图标，那就说明是不合格的产品，属于伪劣产品，没有通过中国的3C 安全认证。左边这儿还有一个圈，圈里面呢有2个字母 V 和 I， 它代表这个充电器已经达到了目前最高的6级能效。如果圈里面没有 I， 只有一个字母 V， 那就说明啊这是一个5级能效，是过时的产品，现在基本上都淘汰了。6级能效的意思是比5级有更高的工作效率和更高的环保节能。在它上面还有一个类似于和房子一样的图标，是代表此充电器仅限室内使用，意思呢就是说明这个充电器啊不防水也不防潮，仅适合在室内环境来使用。最左边这儿有一个大口套小口的这样的图标，像一个回字形的，这个图标是代表这个充电器有双重绝缘保护，使用中会更加安全。这5个图标呢给大家已经都讲完了，然后呢给大家再讲一下这些数字分别都代表些什么。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输入100到240 V， 这 V 呢是代表着电压，说明啊此充电器它的工作电压可以在100伏到240伏之间都可以正常使用。后面这个50-60 Hz 呢是交流电的频率，它的意思呢就是说交流电呢可以用50赫兹的或者是60赫兹的都可以正常使用。后面的这个 0.5A 就说明啊这个充电器它的输入电流是 0.5 安。最后的重点就是看一个好的充电器它有多大的使用价值，就要看它输出的这些数字了。这些数字可以代表它的输出功率。5V-2A， V 呢是电压符号， A 是电流符号，就是它输出是5伏的电压，而它的最大电流可以达到2安。前面这一组呢，电压乘以电流就是它的功率。我们看一下5乘以2等于10，就说明啊前面这一组它的输出功率是10瓦的。然后再看一下后面这个数字啊，或 9V-2A，
这个充电器呢，它有2组输出档位，前面呢是个5伏2安的，然后它是慢充，后面这一组呢 9V2A 就是它是9伏2安的，它是快充，它有2组啊，它也支持慢充，它也支持快充。有一些手机呢，就是充电的时候，它如果不支持快充的情况下呢，这个充电器啊，它就会自动来识别慢充来给手机来充电。如果手机支持快充的时候呢，充电器就会自动识别这个快充协议，然后呢就可以以9伏2安的速度给手机来充电，这个充电速度是比较快的。然后我们再算一下，它这个后面这一组充电器它的功率是多少啊？就是9乘以2等于18，就说明这个充电器它的最大输出功率它是一个18瓦的。平时我们给手机充电的时候，想让手机达到快充的情况下呢，首先呢要必备3个条件。第一呢就是充电器它支持快充，第二呢就是手机也需要支持快充，第三呢就是充电线也需要支持快充。这3个条件呢缺一不可。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网上卖的最火的这种金刚砂磨刀器，大家见到过没有？今天我买了一个，咱们来测试一下。他说这个呢什么都可以磨啊，只要是剪刀、菜刀，还有一些等等一些东西啊，都是可以磨的。先看一下它这个磨片上面是2面两用的，这面呢一面是小颗粒，然后一面是大颗粒。大颗粒是可以开印儿，小颗粒是可以当刀的。今天咱们来测试一下，就用我这把菜刀来试验一下，看一下它有没有这么好用。先处理一下这把刀，这个呢是普通的磨刀石，这样给它处理一下，它就不快了。还有点太慢是吧？下锤子。OK， 这下就不快了是吧？先切个抹布来试验一下，看到没有？切不动了是吧？切不动了。然后呢，咱们就开始用这个磨。因为这面呢是小颗粒，然后给它先把这刀片给它先反过来，先用大颗粒测试一下。大颗粒可以开印儿，先给这个刀呢给它开下印儿，然后再当刀。商家说就这样当就可以了。每面呢就是这一面当个10几下、20下，另外一面再当个10几下、20下就行了。他说用这个力度呢不需要力度太大，就是普通磨刀的力度就行。现在当了多少下了？是不是有10来下了？再磨个10来下。好，这边磨完后再磨另外一面。平常啊我没有磨过菜刀，我只是看人家说就这样磨，咱呢也就这样磨。磨完以后看看怎么样。第一次磨菜刀，差不多了应该是吧？然后呢，把这个刀片给它反过来，用这个细的这一面给它再当下刀。当完以后，看一下这个效果到底好不好。不测试咱也不知道好不好，测试完了以后就知道了。还是一样，一面呢给它当个10几下、20下。好，然后再弄这面。好，弄个差不多是吧？然后呢，咱们就还是一样啊，先看一下，我感觉还是有点锋利了，先看看，还是可以的，还是一样啊。先切个这个抹布试一下，看一下能不能把它给切掉。哎，可以是吧？还可以，就是比较锋利了，可以啊，没问题。看着这个磨刀器还是挺好用的，看一下这上面呢并没有发现什么磨损。然后呢他说这个还可以磨这个钢锯条，都知道这钢锯条非常硬，实际上呢也可以来磨它，来测试一下，来看看这个金刚砂磨片结实还是这个钢锯条结实。钢锯条是锯钢铁用的，本来它这个硬度就够硬了，咱们看一下到底是哪一种更硬。好，磨个差不多了，咱们来看，把上面的锯齿呢已经都磨没了，看到没有？没有锯齿了是吧？感觉这个还是挺好用的。这样的钻头大家见到过吧？前面这个头呢是合金的钻头，非常的坚硬。咱
咱们看一下它结实还是这个膜片结实。先测试一下，像这种钻头呢非常坚硬啊，它是可以拉玻璃的。看一下啊，看到没有？可以拉玻璃，说明啊，它这个硬度非常的硬，是不是？然后呢，咱们来测试一下，看一下能不能磨它。其实啊，估计也是应该可以的。咱们来测试啊，看一下这个膜片上面已经都发黑了，是吧？这黑的东西呢，它就是它这个铁沫，钻头上的铁沫已经都掉了。看一下这个钻头已经磨亮了，看到没有？这样呢，你看已经磨亮了。然后呢，再看一下这个上面的黑的东西，一颗都掉了。这个东西就是上面的铁沫，看一下这个膜片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个金刚砂磨刀器，它的价格呢有贵的也有便宜的，看来这个贵的质量确实有保证。现在夏天的温度越来越高，天气越来越热，我们在扇电风扇的时候，感觉吹出来这个风啊，一点也不凉快。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妙招，我们用2个饮料瓶就可以让电风扇吹出来的风呢和空调一样，非常的凉快。首先呢，我们先把饮料瓶上面这个包装纸给它先撕掉，然后呢，这一个也一样，也是先把它给去掉。去掉以后呢，我们在这个上面呢，用电烙铁给它烫点孔。这个孔呢，尽量啊要烫的多一点。这一面烫完以后呢，在它的另一侧也是一样，烫上孔。周围都烫好孔以后，首先呢一定要记住啊，下边这半截不要烫孔，只烫上边半截就可以了。把这2个饮料瓶都是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它们都烫好，然后呢，用刀片把这个底部呢给它先割一下。OK 呢，只需要割成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呢，在每个角这个位置呢，再烫2个小孔。在这里呢，穿一个铁丝，两侧都一样，给它先绑个铁丝。OK， 然后呢，我们把它就这样把它挂在电扇的后面，我们给它先固定一下，挂起来。好，这个挂好了，然后呢，同样的方法把另外一个我们也挂在这边，就这样呢就制作好了。然后呢，我们在瓶子里面放点冰块，这2个都一样，都放上冰块。放完以后呢，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原理呢非常的简单，就相当于和空调道理都是一样的。我们呢在这边放上冰块，然后打开电风扇的时候，这个冷气呢就会从前面吹过去，这样呢就可以有效的达到一个降温的作用，这样呢吹出来风非常的凉快。据说呢，就是古时候啊，就是以前的皇帝啊，避暑的时候夏天就是采用的这个方法，用冰块来降温避暑。我们首先再看一下上面这些小窟窿呢，它能很有效的把里边这个冷气呢给散出来，散出来之后，然后通过电风扇就吹到前面去了。然后这边这个窟窿呢，我们看下边这部分是没有窟窿的，当这个冰融化了以后就会存在这一块，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打开，到时候呢把这个水给它放了就可以了。道理我们都明白了，现在啊咱们把它通上电来测试一下，看一下它的效果怎么样。先开个1档来试一下，吹出来这个风呢明显啊都比以前要凉快得多，效果真不错。再开个3档，实在是太凉爽了，感觉吹出来的风呢比空调还要柔和，然后非常适合降温。无论是白天或者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温度感觉是非常的凉爽。这个方法怎么样呢，朋友们？如果大家有时间的情况下，可以按照我的方法，就这样简单的改装一下就可以了，非常的实用，而且呢它比空调要省电得多，非常实用。好了，视频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在手机充电器上面给它接上2个夹子，就可以电解除锈。平时家里的工具生锈了，你来看，如果我们用砂纸打磨的话，只能打磨一个表面，但是这些缝隙里边的根本用砂纸是打磨不到的。那么我们用这个电解除锈的方式呢，就可以把里边这些缝隙里边的铁锈都给它分离的非常的干净。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给大家呢来分享一下。我们来看，首先呢需要找一个手机充电器，然后呢一条报废的手机数据线，把小头那部分给它剪掉以后，这个里面是有4条线，我们只留下黑色和红色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把这个红色的夹子给它接在这条红色的线上面。方法非常简单，只需要接2个夹子就行。接好夹子以后，然后呢我们给它缠下胶带，把这黑色的接一个黑色的夹子。我们看就这样给它接好了以后，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找一个从垃圾桶里面找一个饮料瓶，然后给它剪开做个容器。接下来呢再需要用点食用盐，就是从别人家的厨房里面拿点食用盐，我们给它放点，先调制一个电解液。你来看，放点盐以后，接下来往里面呢再来点自来水就行了。你来看，做一个电解液就这么简单。你来看，用东西搅和一下，让这个盐完全融化了以后，一个电解液，除锈专用的电解液就制作好了。我们先让它完全融化一下，做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给工具除锈了。因为这个容器比较小，这个钳子不好往里面放，我在这儿呢可以找个这样的钻头给大家来演示一下。你看这钻头生锈的也非常严重。我们来看，除锈的时候呢，首先把这个黑色的夹子夹在生锈的这个钻头上面，夹上来以后，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容器里面。然后呢，这个红色的夹子我们找一个没有生锈的东西给它夹住，也放在这个容器里面。我们看，然后呢，我们把手机充电头插上，我们看一下里边的变化。你来看，插上充电头的话，立马就开始起很多的小泡。现在呢，就是一个分离的过程，这样呢就会慢慢的把上面的铁锈都给它分离开。现在呢已经过去2分钟了，你来看上面这些杂质比较多是吧？这些杂质呢就是钻头上面的铁锈已经都给它分离出来了。时间越长，它分离的就越干净。用这个方法呢，不管是什么样的工具，也不管工具是缝隙里边的铁锈还是哪的铁锈，都可以把它给分离出来。好，现在呢已经10来分钟了，你看这个水变得就更浑浊更脏了。我们把这个充电头给它拔掉以后，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就先截止了。我们把这个钻头给它拿出来来看一下，你来看这些铁锈都掉了是吧？而且呢这边是非常的干净。如果除锈时间更长，它的效果就越好。这个方法呢非常实用啊。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螺丝刀1秒钟快速加磁和消磁的方法，而且需要这个东西呢，一般每个家庭都有。螺丝刀在我们每个家庭里面一般都是经常需要用的，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这种螺丝刀。螺丝刀呢，在刚出厂的时候，它前面是有磁性的，当有磁性的时候拧这种螺丝的时候是非常的好用。但是根据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很多螺丝刀前面就没有磁性了，就像我这个一样，看一下就没有磁性了。当没有磁性的时候，我们再用它拧螺丝的时候很容易掉，看到没有？根本吸不上去，使用起来是非常的不方便。像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给这个螺丝刀给它加磁了。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干活的时候有可能我们也需要这个螺丝刀上面不带磁性。今天我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就可以1秒钟快速的让这个螺丝刀前面加磁，也可以让它1秒钟快速的来消磁。这个方法呢非常的简单，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加磁和消磁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非常简单也不需要专业的工具，也不需要用花钱买设备。我用的一个东西呢，就是一个废旧的喇叭，主要呢就是用上面这个磁铁，它不仅可以给我们螺丝刀快速的加磁，也可以让它快速的消磁，1秒钟就可以实现。有些朋友可能会说，直接买个螺丝刀的加磁器和消磁器也不贵几块钱一个。其实像这样关键还得花钱买是吧？有的时候呢没有，等你再买的时候可能也就晚了是吧？所以呢我们只需要用一个磁铁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现在呢我来给大家来操作一遍。我们先看这个螺丝刀是没有磁性的是吧？当我们把这个螺丝刀这样放上去之后，这样磨一下，再看一下就立马有磁性了，看一下是不是磁性都有了是吧？很容易是不是？立马就有磁性了。
这方法是不是特别简单，是吧？只需要1秒钟就搞定了。然后呢，当我们这样在拧的时候就非常容易了，是吧？它就不掉了，使用起来是非常的方便。当我们不需要这个螺丝刀上面带磁性的时候，也可以让它快速的1秒钟消磁，也非常容易。就是当我们给它加磁的时候啊，先说一下，加磁的时候我们需要在这个磁铁上面这部分给它磨一下，它是加磁的。当我们给它消磁的时候啊，就是采用另外一个方法了。消磁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用磁铁它的侧面这一部分，我们给它磨一下之后，侧面一定要在侧面磨一下之后，就会立马消磁。看一下，是不是1秒钟就消磁了，是吧？没有磁性了。加磁呢，就在上面磨一下，就有磁性了，是吧？这样就会有磁性。消磁一定要记住，在侧面划一下。看一下，立马就没有磁性了，是吧？这个方法非常的好用。家里的电风扇像出现这种转速非常慢、转不动的时候，像这种情况，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电机给扔了。如果把它扔了的情况下，就非常的可惜了。今天我教大家一招，只需要简单的给它处理一下，这个电机修复好以后呢，接着再用个1-2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需要用的工具呢也非常简单，就需要用一个螺丝刀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首先第一步先把这个电机给它拆开，这上面就这4条螺丝。像这个电风扇用个1-2年之后，这个电机啊一般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就转不动了，转得非常沉。像这种情况啊，一般呢都是这个电机内部的问题啊。其实呢也并不是说这个电机坏了，像这种情况它并不坏的，我们只需要给它处理一下就可以接着再使用。首先我们把这个螺丝拆完以后，我们就把这盖子给它打开。打开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稍微慢一点，然后我们先把这些都给它分离开。电机出现这种转不动或者转速慢，像这种情况呢，并不是说上面这个轴有问题或者是套有问题了，其实它真正的原因呢，就是说这个轴套上面严重缺油引起的。缺油之后呢，它就会出现干磨，然后它就阻力会变得非常大，所以它转的话就比较沉，转不动。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那直接在外边点油就可以了，就是在外面给它加点油。其实啊，在外边加油是不行的，因为在外边加油啊，只能加1点油，加的油比较少，所以有时候啊，加完油之后用个1-2个小时，或者是用个1-2天，这个油消耗干以后，又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接着又会出现就是转不动。我们要是想从根本解决问题，就需要把这个电机拆开。拆开以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电机啊，它是有2个轴套的，然后前边一个。这个后壳上面还有一个，它是有2个轴套。我们加油的方式呢，并不是说在这个轴上面加油，轴上加油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要加对位置，加油的位置很重要，然后需要加什么油更重要。我们看这个轴套，这个上面是有，我们看一下，这个铁的就是一个轴套，然后在这个轴套这个边上，我们看一下这个盖子，这样能看得比较清楚一点。看看这个就是个轴套，然后这个轴套周围呢可以看到有一点这个白色的东西，这个白色的东西呢，它就是相当于就是一个类似于一个棉花一样的这种东西。其实呢它里边呢是有作用的，它是可以储存润滑油的。我们把油加的时候呢，一定要加在这些地方，让这些油呢都储存在这个位置。当这个轴套在上面转动的时候，就会发热，然后这个油呢就会经过这个轴套，然后流到这个轴上面，起到个润滑的作用。其实这个轴套它是有很多微小的小孔的，这些油呢就可以通过小孔，然后流到轴套上面。知道怎么加油以后呢，然后这个需要用什么油，其实更重要。在加油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把这个轴呢，我们给它清理干净，把上面这些污渍给它都清理干净。前面这边还有后边也一样，清理干净之后我们再加油。我一直用的都是这种缝纫机油，其实这种油它比较稀，它这个浓度低，浓度越低对这个效果更好。电机自带的它这个润滑油一般都是这种浓度低的。我们加油的时候呢，就把它加在这个轴套上面，这一圈我们可以给它稍微多来一点。包括后边这个盖子这儿也是一样，这儿也给它
多来一点，一定呢要把这个油加在这个吸油棉上面，让它都储存在这一块。加完以后，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电机等把它装起来，装起来之后还需要进行下一步的简单操作。然后呢我们慢慢的把这个钉子给它装回去，后边这个盖子给它扣上，拧好螺丝以后，最后呢我们用这个油呢在前面轴套给它再注点油，然后后边的轴套一样也注点油，注好油之后我们前后使劲的多拉几次这个轴承，然后再转动几下，看一下这个转的非常的轻松是吧？看一下非常轻。经过这样修复好的电机再用个1-2年是完全没问题的。然后呢我们通上电来试一下，看电机能不能启动起来，打开开关，看一下完全没问题是吧？直接转起来了。所有的活口扳手在它的手柄位置都有一个这样的小圆孔，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小圆孔是做什么用的，就连五金店的老板都不一定知道，他们只认为这个小圆孔只是单单用来挂东西的。其实呢它还有3个隐藏的功能，这是一个有趣的冷门知识，很多人呢都不知道，给大家呢来分享一下，也非常的好用。它的第一个功能呢就是我们来看，平时我们在家里，假如我们需要窝这样的钢筋用钳子窝是窝不了的，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圆孔来给它窝。你来看，这样给它套上去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这样来折弯了。不管是折死弯还是折这种活弯，都可以很轻松的把它给折弯。你来看，非常好用是吧？它不仅可以折钢筋，而且像这种铜管或者是铁管也可以用它来折。你来看也可以窝弯。你看，不管是窝死弯还是窝个活弯都是可以的。我们来看，这样窝的话，这个铜管也不会把它给窝扁。这是它的第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它的第二个功能呢，就是平时我们用这种内六角扳手拧螺丝的时候，你来看，因为这个扳手手柄比较短，然后我们在拧的时候呢，你看用这么大的力把它也扳不动，是吧？你看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了。我们把这个孔给它套上去以后，这样我们再来拧的时候就会非常的省力。这个呢就相当于是个杠杆的作用，你来看很轻松就拧动了，是不是？我们不管是拆螺丝还是拧螺丝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我们再来拆看一下拆，你看也是很轻松，是不是？这个呢就相当于是个杠杆的作用这个呢就是它的第二个妙用。它的第三个妙用呢就是你来看一下，像我们在家里平时需要砸个核桃或者砸个其他的硬果的时候因为我们如果放到这边用锤子砸的话，砸不准了以后呢就很容易砸到手。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核桃你来看放到这个孔上面，它也不来回跑，是不是？不管是大孔还是小孔都没问题，都可以把它放上。放上去以后呢，我们再来砸的时候，你来看就可以很轻松的把它给砸坏了，是不是？再也不会砸到手了。这方法呢非常好用，是不是？这个呢就是它3个非常有趣的功能，把它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家里的空调以后别再开26度了，以前呢我们都开错了。其实空调最省电的温度并不是26度，以前呢我们都在开26度，感觉26度非常的省电，也非常的凉快。我相信大部分的朋友都是这样认为的。其实呢并不是说我们把空调设置成26度，然后呢它吹出来的风就是26度。其实呢无论是设置成20度或者是20多度，它吹出来的风温度都是一样的。设置的这个温度呢是让室内可以达到的一个温度，而并不是说空调吹出来的温度。所以不管白天还是晚上我们都开26度，其实呢这个方法是错误的。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正确使用空调的方法。第一，空调不要时开时关。有的一些朋友为了省电，把空调打开以后，过1-2个小时感觉室内的温度下降了，然后呢他就把空调关了，等一段时间室内的温度又升高了，然后呢他又打开。其实这样操作不仅不会省电，反而会更加费电。它的原因呢就是空调在刚开机的时候，它会以最快的速度来降低室内的温度，从而达到一个我们设定好的室内温度。在这个时间段呢，空调压缩机它会以最大的功率工作，所以我们在刚开机的时候，空调是最费电的。好不容易把室内的温度降下来了，我们又把它给关了，等一会儿室内的温度又升高了，然后呢又把空调打开了，这个时候空调的压缩机又会以最大的功率工作，
所以呢，这样频繁开关机是最费电的。其实呢，每个空调厂家在出厂的时候就已经设定好了，我们打开空调以后，调好温度，当室内的温度达到我们设定的温度以后，空调呢，它的压缩机就会自动停机，或者呢是自动来降低压缩机的输出功率，这样呢就可以从而达到一个省电的作用。所以呢，大家以后不要频繁的开关机。第二呢，就是我们进入室内的时候，因为室内温度非常高，我们先把空调把它调到最低的温度，能调多低就把它调到多低。一般最低的温度呢都是16度，这就是最低了。然后呢，我们把空调的出风量给它调到最大。然后呢，遥控器上如果有强劲模式，就把它打开强劲模式。然后把风向设置成让它上下吹风，不要设置左右吹风，这样呢就会快速的降低室内的温度。第三呢，就是我们买空调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上面这个标签，上面有标注的这个耗电等级，它这个级别呢分为1级、2级、3级到5级。1级呢，它就是说明它这个耗电量是最低，然后这个5级呢耗电量是最高。我们尽量要选择1级或者2级的，这样呢是最省电。第四呢是最重要，我们设置空调的时候，最省电的温度呢并不是26度，而是27度。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它调到27度，然后再打开睡眠模式。这个时候呢，室内的温度是非常适合人体，不冷也不热，非常适合睡眠，所以这样最省电，还特别舒适。我们在白天的时候把空调设置到22度，或者是设置更低的温度的时候，这样呢是最不合适的。因为夏天室外的温度可能会达到38度、39度，甚至呢温度更高。我们室内的温度如果设置的太低以后呢，这样室内的温度和室外的温度相差就特别大，相差10好几度是吧？所以呢，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就会感觉室外的温度非常高，感觉非常的不适应。反过来，如果我们从室外进入室内以后，感觉这温度呢就突然降下来了，温差太大，因为外面天气非常热，容易出汗，汗毛孔都是张开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进入室内的时候，就对人体带来很大的危害。所以呢，白天开空调，等室内的温度降下来了以后，我们把它调成自动模式就可以了。记得收藏一下视频，方便以后还能观看，这样才是空调正确的使用方法。